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宪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舰长吕律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高市早苗一句话牵动了美中日敏感的神经啊！我们先来看看，包括前一阵子高市早苗不是讲了一大堆，像是日本如果发生什么样的事的紧急应变状态吗？基本上可以等同于这一句。日本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或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你看到北京日报或者是中国大陆各种的热搜其实都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新闻报道。台湾有事发生紧急状况，伴随对方使用武力，可能构成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急事态，记得吗？前一阵子我们在讨论什么叫做存亡危急事态。日本会怎么样反应呢？可是中国大陆外交部在这几天反应看起来已经到达了顶点了。谈台湾有事这件事情，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不满意，他召见了日本大使表达抗议。这是中国大陆在13号的时候，他的外交部副部长召见了日本驻陆大使金山宪治跟他严重的抗议这件事情，理由是干涉了中国内政，伤害14亿中国人民的情感。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也有一番的说法，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提所谓存亡危机事态，究竟是何居心？是否要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是否要再次以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为敌？是否企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如日方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将构成侵略行为，中方必将迎头痛击。所以你看，中国大陆跟日本的关系现在看起来会有一番微妙的变化，包括解放军的 social media X 用日语来发了一个图卡呛虾的对方当然是日本，说你胆敢介入台海，必迎头痛击所以你看到呢，中国媒体不断的包括像是人民日报都有这样子的相关的一个报道。所以高市早苗的这一番言论在中国大陆当然引起很大的反馈。那对于日本国内呢，我们看到好几名前日本的首相某种程度也批评他很鲁莽因为你讲了这一番话历届政府都会避免摆出明确的立场，这是石破茂他的前任嘛，他说我们尽量避免或者是说让他这个稍微模糊，可是没有想到呢，你这样就把这个话给讲出来了，所以他们也认为非常某种程度也有一些紧张。那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其实也有反应言论发声，北京就说要停止损害中美关系。美国国务院的发言是这样，他说美国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的改变现况。那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大家刚刚都看到林健的说法了。而另外呢，中国在这个高市早苗这一番话之后呢，出动了3艘军舰穿越大隅海峡东出所以某种程度呢，你也看到呢，中国大陆有实际的一个行动出来了。而我们前一阵子不断的在讨论福建舰现在其实第4艘航母在中国大陆看起来也已经成型了，这是四川舰我们看到这是中国大陆对岸央视的一个报道，说是昨天早上四川舰从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的码头解缆起航，在5艘拖船牵引之下驶向指定的海域。海测的主要的这个目的呢，是要验证舰上的动力跟电力系统的可靠性与稳定性。这是来自于对岸央视新闻的一个画面。而另外呢，它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有很多网友在讨论，说现在呢有一些报道指出中国科学院悄悄的宣布重要的消息，位于甘肃，大家看这张图，甘肃沙漠中的2兆瓦度基熔岩实验堆，第一次成功实现镀到铀的核燃料转换，
所以呢，中国大陆的媒体下了一个结论，说这就是004航母找到最完美的核动力包哦。所以是不是就像报道说的呢？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可是呢，包括用5马赫高超音速的电磁炮哦，像是这艘航母哦，恐怕会加装更致命的杀器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未来哦，这个中国国防大学的教授就讲，未来这艘航母可能会配备更先进的防御性武器哦。那另外呢，这个舰载无人机将在未来的航母航空联队之中占有更大的比例哦，显示北京有意将 AI 自主系统整合进海军前线的作战体系中哦，所以 AI 会不会应用上去？外界认为是肯定会有。来请教董哥。其实大家看高市早苗啊，这些话其实不太意外啦啊，因为他过去的行径就是这样。但是令人比较吃惊的是，他已经当选首相，他还讲这些话。大家知道，好，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当然是安倍晋三就是高市早苗的师傅讲的嘛。那这个话啊，你接受？过去都讲过，现在为什么没有？因为安倍晋三讲这个话的时候，身份不是首相嘛。哦，那你是不是首相？关键就很大了。高市早苗他当然承接他师傅的政治立场，他过去没有当首相，他也去拜靖国神社啊。好，那可是现在当首相不一样，为什么他敢这样？因为这一次的APEC 会议之前啊，川普跟他见了面，然后川普给他非常大的鼓励，他觉得我有美国靠山，他其实心态是这样。你知道我们今天日本内阁的民调是多高吗？今天日本内阁的民调63.8。表示说日本人是很欣赏他的。你只要敢对中国大陆很强悍、很凶悍，现在全世界的潮流都是很右派。你对自己国家态度很强悍，你选国民党主席态度很强悍，他这都一样。别忘了曾丽文是很想跟他见面啊。曾丽文选前是说我要去跟为什么？对，拟人跟拟人嘛，女性的。对啊，我们就是有这样。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讲。高市早苗讲这话是得意忘形他认为你看我跟川普带我到美国军舰对不对？然后告诉那些官兵这是了不起的日本女人是现在是首相。高市早苗老实讲，他看到全世界最有权势的老大哥对他这样，然后他依偎在川普旁边，哇，川普那种得意忘形，两个好像非常麻吉。我觉得这个是他整个心态。过去的那些首相没有办法做到我这样。我把美国轰得服服帖帖我觉得他心里是有这样的得意忘形，但是因为呢，你就实际上来讲，就你一个首相，你这样的立场这么鲜明，你就是要抗中嘛。那中国大陆要做一件事情很快，今年6月29号，中国大陆宣布日本水厂可以销中国大陆，即日停止嘛。你大机构在干嘛？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你要怎么样会痛，会痛才做嘛。那我请问一下，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建？不是希望想改善两边的关系吗？习近平也跟他见了面啊。所以中国大陆当然林健讲这个，我觉得也不是很妥当，讲要斩人家的首相的脑袋，这个是不是首相？但是你对那个驻日本的林健不是对那个薛对薛是对不起讲太快。林健是发言人。是，那我讲就是说。你讲这对日本来讲当然他会觉得是一个羞辱嘛，他觉得羞，所以我觉得说比如说像中国大陆他召见日本代表今天官房长官也出来回应，日本官房长官说这就是我们立场因为大家讲到僵的时候就不能对就下不来，对就不能就下不来了。那我觉得他的源头。当然就是高市早苗，他太得意忘形了，我做了别人都做不到，石破帽算什么？所以你觉得高市早苗是故意强硬来冲自己的民调，然后增加支持率，他是刻意的？我觉得，因为他从政这么久，非常清楚这种民调是起起伏伏，是那因为他见到川普对他的高度的肯定跟赞扬。让他觉得过去的首相是做不到。高市早苗跟日本这些历任的首相有一个很大的经历是不一样。他早年在美国的国会当助理。对，所以他知道美国总统的地位。美国总统地位，天哪，天神一样。现在对我既然这样，还把我带到美国的军舰，这个军舰代表是统帅。美国最大的军力，然后跟这些阿兵哥讲，这是日本的首相，哇，他都好。所以用这种方式来看的话。
你会觉得那就是让他觉得他的那个身份跟地位就不一样了。对对。所以他是得以忘形到你们历任的首相孬的都做不到，我做到了。我觉得他是一个这样的背景。可是因为民意啊，就是刚刚这个董哥已经讲了嘛，民意上好像对他又很肯定，所以未来日本的政策会一直往抗中的方向走吗？老师？走不下去。走不下去。日本太弱太小了啊！日本才1亿人口，你怎么面对一个14亿人口的中国？日本现在的最高等的院校在中国大陆前10名都排不进去，所以日本的高等院校的水平已经比中国大陆弱一大截了。日本的智慧财产权跟中国大陆不能比了，日本的科技能力跟中国大陆不能比了。大陆的目前的科技能力是全面碾压日本，高铁也赢了，航太也赢了，太空也赢了，造船也赢了，各方面全部都赢了。日本现在连车辆都赢了，现在日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中国大陆比，连军队。中国大陆一个北部战区的军队就可以去克制你整个日本的全国的总兵力了。所以日本现在坦白说，他已经对中国大陆来说，他已经不是一个咖了，不是一个咖，要把自己膨胀到这么高，这个就大家值得玩味了。所以刚刚志珍兄会问说，为什么他敢玩到这么大？那他刚刚又谈到了说，民调起起伏伏，可他为什么敢这样玩？美国人不敢这样玩，美国人碰到台湾的问题都说模糊战略是最高明的战略，千万不要搞清晰战略。清晰战略就是高市早苗现在在玩的，就是台湾有事就是美国有事，这叫做清晰战略。可是美国人从来不说我不跟你，我绝对不跟你玩清晰战略，我跟你玩的是模糊战略，我从来不跟你承诺，我也不跟你表明态度。这个就是美国人不敢讲的，安倍晋三不敢讲的，高市早苗敢讲。那这个为什么？我个人的推断是，高市早苗严重的误判，他误判了川普的场面话。川普在公开的场合他说：“高市，如果你有事打电话给我，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满足你。”这个是场面话。我觉得高市误判了川普的场面话。川普场面话讲完了以后，就是你不要给我兑现哦，你给我兑现就是你不长眼。现在的情况是高市早苗要川普兑现，这叫做不长眼。那高市为什么要川普兑现他的承诺的场面话？就是因为他想在他的派系那边，因为高市不是政治世家出身，他不是政治世家，他面对的党内的最大的派系，目前来讲，军国主义最大的派系不是安倍晋三派系，是麻生六郎派系。是他要面对麻生的派系的时候，他要展现说，我有川普当靠山，我可以压住你。他成为这个军国主义的派系的头。结果我觉得他判断错误，为什么？因为第一时间我就才强调，对于美国人来说，他自以为他懂美国人，他其实不懂美国人。对川普来讲，我是场面话，你给我当真？那开玩笑。所以当他一讲出来之后，你看在11月10号，福斯电台问这个川普的时候，川普就是说盟友不见得是朋友啊，因为福斯电台的主持人谈的就是高市，点名了，而且把他的来龙那个去脉跟中国大陆产生的冲突讲得很明白了。结果川普的回答是盟友不见得是朋友，这第一个。第二个，盟友常常欺负我们美国人，比中国欺负我们美国人还要多。那难道不得就是指的就是日本人吗？这个时候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川普跟高市早苗划清界限了。这一划清界限，在 G7 外长会议的时候，您看到的卢比奥讲话的时候，他以为他很聪明，讲的一个自私的话，说：“哎呀，这个因为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卢比奥就是说：‘哎呀，我们希望台海维持现状，台海和平是我们美国人最大的要求。我们希望不要有任何片面改变现状。’他以为他这样讲话是四平八稳，他也回避了美国要挺高市早苗，美国要挺日本，然后他以为讲的这句话。可是你看中国大陆的回给美国人，回给卢比奥的很清楚，就是台湾问题关你什么事？因为他就谈到了台湾问题就中国内政问题嘛，所以你看。”连你谈维持现状，你都不可以谈，而且现在是中国是对美国人说谈都你不可以谈，这是我的事情，我家的事，不关你的事。我觉得这个对日本对美国的态度已经这么明白了。好，现在回过头来收拾日本，怎么收拾日本？刚刚志成兄谈到了，就是说，我可以再断你的水产品啊。其实中国大陆已经开始产生，开始做动作了。我认为未来的动作会越来越大。如果高市早苗不收回他的语言的话，我觉得未来的动作会越来越大。目前军舰已经开出去了，
接着你已经看到在外交场合说琉球王国就是琉球人、琉球原住民的受到日本人的歧视打压，中国要帮他伸张，这代表琉球是可以恢复它的国际历史地位。这个已经开始出手了。我觉得日本人还看不懂，那是日本人自己找死。来，请教舰长怎么看这个事？如果按着那刚刚赖瑞谦老师所特别讲到的有关于琉球的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回头看，无论是开罗宣言到波茨坦宣言，都讲得非常清楚，也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你所拥有的也就4岛而已，琉球不是你的。那所以现在中国大陆不断的抛出这个历史问题，那也就是在质问你日本，你该如何的面对波茨坦宣言的部分。那至于说中国大陆现在为什么可以这么硬气，因为我们不要谈意图，我们讲实力。真正的大国对待大国就是实力。我们在之前有拿出这张图，也就是11月10号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在研判076，其实他已经准备海试了。果不其然在今天早上9点的时候呢，076它就已经由这一个五艘拖船的这一个拖带之下呢，它出港了。可是呢，我们如果说以它的这一个起飞位跟075对比的话，其实不太相同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075它的起飞位其实它是有人的直升机的起飞位。可是如果我们对比看这个076的话，它虽然也是2栖攻击舰，因为它后面实际上来讲它也是有屋门的可是它的画出来的这一个起飞位其实已经是一个无人机的起飞位。而且另外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特点上面看得出来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到的都是阻拦索，可是在阻拦索的末端会有所谓阻拦网的部分，也就是如果你的那个尾钩那个失效的话，那我总是要有方法把你接回来吧。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上面的这一张也就是福建舰的，可是我们看到右边这一张其实也就是076的。我们来比对这两个的长度，按照它来比对的话，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那个福建舰呢，它其实是应对这个无论是歼15或者是歼35或者是空警600所使用的，它的高度比较高。我讲的是阻拦网，不是阻拦索。可是如果我们对比076来讲的话，它比较低。所以如果说大家要进行研判的话，其实它对无人机的可能性会更高一点而且呢，我们竟然发现另外一个之前我们所讲到的有关于大型的水下无人载具，竟然也出现在076的右舷这个码头上面。所以我们就可以先做这样的一个预判也就是未来这个076呢，它不但会成为这一个无人载具，那甚至它会成为一个水下无人载具的一个载台。那另外我们讲到有关于这个攻击21未来可能上舰，可是我们已经看到攻击11在11月11号解放军空军的一个建军节的时候，它已经实际的官宣了。好，美中两大强国这一回合的交手，到底谁胜谁负呢？我们来看看《经济学人》这一篇专题报道，他揭发北京如何玩弄川普，策动华府公开反台独，打造两大强权的世界新格局。某种程度呢，他认为川普胜对不起，川普败，习近平胜。他这篇报道里头写的点非常多，我们整理在这里他说，北京内部人士表示，习近平不害怕川普。越来越多的中国精英甚至认为，川普对待中国的态度非常软弱。所以呢，川习会之后贸易休战了，可是呢，川普对于中国释出善意，而且
视中国为不可或缺的国家，像这样的讯号其实发布的非常的强烈。而另外呢，经济学人也认为中国还在盘算下一盘大棋，更具野心的计划，诉诸川普自诩和平缔造者的骄傲，因为川普念兹在兹嘛，他要和平的奖章嘛，所以呢，促使他在未来公开表态反台独这件事情会更加的 push 他，以及支持中国在两韩、南海、俄乌局势的长期目标所以很明显的你看到呢，经济学人的判断就是川普其实好大喜功，所以某种程度被习近平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有一项武器稀土，我们谈了非常多。那现在呢，大家在讨论的是稀土出口管制是不是又更加严格了？是不是又再升级了？可是中国大陆的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他就说没有我们没有把它当武器，我们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所以中国大陆是依法依规展开稀土相关的物项出口管制工作，我们是照这个合规合理的方式在审查，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就觉得是在卡脖子。那另外我们看到呢，美国战争部我们知道美国想要急起直追，想要把稀土控制在手上，所以呢，他们军方所谓的战争部，他入股稀土矿公司这个叫 MP Materials。那这个执行长就说，美国已经没有选择了，我们只能采取公司的协作模式，因为如果你要在很短的时间取得稀土，你可能要加紧了，跟这些商业部门一起协作。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把国安拿去换稀土吗？美国的民主党其实很生气，他觉得川普延后对中的出口限令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拱手让出关键的国安工具。所以这一回合下来，大家大概美国不管是反对党或者是媒体，大概都认为川普其实赔了夫人又折兵。而另外呢，交流在民间吗？虽然两边斗得很凶，可是我们看到，包括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这个是美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他就去见了何立峰那也在讲说中美应该如何在管控分歧总不能全部都这个埋下各种的这个炸弹跟伏笔，这样子对美中大国的关系不好，全世界大概都不好。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这一家纤维公司也一样积极进军中国市场，民间还是有交流，民间还是有合作，该做的生意还是继续做。可是呢，我们再来看看呢，川普其实好大喜功的个性大家都知道，他乱改一些名字，他把国防部改成战争部，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随便一花最少就要多620亿的预算。您看到这是赫格塞斯，就是战争部的部长他自己亲自拿出螺丝起子，在张贴战争部的牌子所以像这样子的花招百出民间其实也是很多很多的批评，包括您看到一些企业破产，这是大型的企业破产标普说的，现在已经逼近15年来的新高了说是截至10月底为止，美国大型企业破产的申请已经达到了655件，而且集中的领域是工业企业有98件，其次是可选的消费领域有80件，所以底层其实已经有经济风暴，不只是酝酿，而且已经刮起来了。包括美国汽车回收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可能他贷款买车，可是后来他付不出这些贷款了，所以美国今年被扣押的汽车将达到300万辆，这是接近金融风暴大萧条时期的数字。所以这些数据呢，你都可以看到美国尤其是中下阶层过得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川普嘴巴上不讲，可是他大概已经有 sense 到这个状况了。你可以看到呢，他打算扩大关税的豁免范围，尤其是哪一些呢？牛肉、柑橘这些食物因为如果你的关税不豁免，它进口之后非常贵，底层的人是买不起的。所以你看到白宫今天宣布跟阿根廷、瓜地马拉、厄瓜多还有萨尔瓦多达成了贸易协议，所以像是美国人经常买的咖啡、可可、香蕉这些商品可能都可以受惠，不然日子要过不下去了。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现在
欧美他们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来自于他们对大陆真的是不了解哦。我觉得他们现在真的没有所谓的中国通了，以前的那些像费正清他们的那种真正的中国通，我觉得现在在欧美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真的是差太远了，中文也不好那么更没有真正的能够阅读中国的能力，对大陆的了解也真的是太少，这是很可悲的事。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是这么重要，就是因为你看《经济学人》杂志说，哎呀，这个习近平并不害怕川普，他认为是现在。我在2018年，就是中美要开始爆发贸易战之前那时候在人民大会堂那时候有跟习近平有见到面那时候我们有这个团，也就是说开始准备要打这场贸易战，那是川普的第1任的时候，2018年。那时候连战我们跟一群人都在那边见面。事实上，大陆已经表明了，就是这场贸易战要打下去了，准备要开打了，然后也准备好了，而且这一打就是一个长期的战争，而且中国只能赢不能输，这已经战略摆得很明白了。所以从川普，你看从2018年一直到川普卸任，中国没有松手。拜登上来以后，从贸易战打到科技战，中国大陆对拜登对民主党也没有松手。打到最后，拜登的经济一塌糊涂，然后整个国力在衰弱，然后拜登灰头土脸的，贺锦丽也选不下去，拜登也选不下去，然后政权拱手让人。川普就已经拱手让给民主党了，民主党再拱手让给这个共和党的川普再上来。川普一上来之后，2月又要打贸易战，可打到现在发现又踢到铁板，因为中国大陆越来越强大。也就是说，你贸易战，中国大陆只会越打越强大，而不会越打越衰败。可是美国却越来越衰败。那坦白说，现在民主党又在那边批评说：“哎呀，你怎么拿国安换稀土？”事实上，民主党已经犯错了，然后现在川普也是用国安来打。而事实上，如果中国的稀土一吨或是1公克都不给你美国，坦白说，你美国是垮到底。现在即刻起，没有任何活路。这个坦白讲得这么明白嘛？中国只要不买你大豆、高粱、牛肉、玉米什么等等的，你的红色州没有活路。所以他还是先开一条路让他走。这是开路给你走嘛？所以我觉得民主党因为现在是在野党，不食人间烟火。那在野党当然就是反对，就是批评嘛。可是问题就是在野党如果上来以后用国安去搞中国大陆，我敢保证，民主党的执政的美国只会更加的衰败。本来全球就是一个生产供应链，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依赖你，你依赖我，我们相互的依赖越来越深了以后，谁都不能卡谁。对，全世界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世界大同，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嘛。过去就是如此嘛。是。但是问题就是，当美国你要挑起这个贸易战，你把生产供应链断掉的时候，难道不就是你拜登搞的吗？就是你民主党，你搞了4年，台积电活得真的是不开心嘛。本来台积电活得很好嘛，有些产品在南京产，有些产品在台湾产，其实皆大欢喜，台积电蒸蒸日上，大家都开心，也不用今天被你拜登硬搬走一座台积电，我们台湾人的心头的血就这样滴下来。川普上来再搬走几座台积电，我们的血的滴得更多。所以我是觉得说，这样子胡搞瞎搞，美国的2任总统胡搞瞎搞到现在，还在那边相互骂对方是不对。坦白说，2个都不对，把世界搞得一塌糊涂，就是你们2任的总统半斤八两，乱搞。其实说起来真的是半斤八两。大家看其实因为川普上任以来一直想跟习近平见面。所以他心里边呢就会有一些焦虑跟急迫感。那当然在韩国的 APEC 会议，他见到面了，所以他觉得说我很多东西我就得到了。那川普此后对外讲，他跟中国就是 G2，大家知道不是 G7，不是 G20，就全世界就是我们2强。那这个当然就把中国大陆的地位提高。所以经济学人会有这样的讲法，其实顺着这条来的。但是他不晓得。现在的川普跟上一任的川普，美国的国力已经不一样了。那川普现在面对了多少压力呀？对不对？大家看，现在对美国来讲，哎呀，我们的联邦政府总算又开张了，43天不开张，你看那个机场全美国机场1天有2000架的飞机是不能飞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塔台，没有人员他们休假请假又没有薪水领
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上任以后，其实他有非常大的压力。那这个压力虽然他有让美国再度伟大，那些人每天跟他吹捧，可是那种压力就会越来越接近。开始可能是很得意啊，对不对？因为你刚当选嘛，现在才半年多就职嘛，那你觉得很得意，下来发现那些东西不是这样所讲的。现在全世界任何政府都有那种民粹，那种右派很强啊。就是包括台湾也都这样就是很强。那川普上来也很强啊，让美国再度伟大啊，对不对？所以大家看川普跟习近平会面，然后川普就先走，川普没有参加，他虽然去，他没有参加。他的财长贝森特他留在会议上，然后会议上他跟各国谈得很开心。为什么？因为川普跟习近平已经抵定了。那时候他们两个一抵定，全世界的股票都上来，都觉得很放心。两个大国已经不再闹了，就觉得这样嘛。那其实具体的讲，就是很多东西就延后一年了。具体讲，延后一年，那贝森特多爽，你知道吗？他在现场接受《金融时报》访问，《金融时报》是英国的报纸啊。他说习近平失算了啦，他稀土他以为人怎么样？他现在宣布稀土往后延一年嘛，对不对？稀土不在卡里了，往后延一年，他失算了。他说我们美国现在已经自己国防部要自己来跟人家合组稀土公司，给我们12个月到24个月，1年到2年之内，我们就不需要他了啦。好像自己很得意。你知道民粹的人他喜欢讲给他的支持者听，那听了他觉得你看。哎呀，我们川普政府你看多强啊，把中国大陆把他弄得团团转，让习近平都失算了他是希望即使错了他也要讲好听因为他的支持者需要听好听的话嘛就全世界都一样，就包括台湾都一样。那这种好听的话里面有很多是掩饰的譬如说你明明去欧洲议会跟人家借个房间来讲话，就叫做我在欧洲议会演讲，这个就是好听的啊就是这样。那这回其实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沉稳，他对美国所有事情他不在外面场边指点，他也不讲话。是，川普讲一个事情，我跟习近平在谈判，旁边一个官员他就问他说：“你那个那官员不讲话，然后完全不懂。他们都很害怕习近平呢，不是，因为那是一个礼节嘛。两边的元首在谈，你旁边人插什么嘴啊？以元首讲的为主，这是一个礼貌。川普不懂啊，他一直问要那个官员回答他。习近平在这里，你要问习近平，如果习近平不清楚，他再问那个官员。对，是这样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人他们不了解中国已经到了极致了，真的很不了解。我有看到川普发这一篇文。对，好，来，舰长。我们一般都认为这个《经济学人》是一个很有品味的媒体啊，可是呢，他用这样的标题叫做"北京如何玩弄川普"，其实也就是标举着现在很多媒体呢，为了要能够吸睛，然后变成的碎片浅碟，而且资讯娱乐化的一个过程。那他这样讲是真的吗？那实际上来讲，是中国大陆如何利用有利的筹码来对于这一个最喜欢进行交换的这个川普总统来讨论两国之间如何和平的进行这个竞争关系啊。那稀土有什么不对？大豆有什么不对？那大家都讲稀土武器化了，我想请问一下，你川普不是也拿的关税武器化吗？所以没什么好讲的。其实习近平只是告诉这个世界上面，这一个自以为是国王的川普，其实没有穿衣服而已啊。那至于说呢，有关于稀土的问题呢，现在大家何各言而至啊？这一个民主党讲说把国安拿去换稀土了，其实啊，这个问题应该去问拜登。为什么？因为你拜登啊打了一场在后面支持乌克兰，打了一场俄乌战争之后，几乎啊把这个北约所有的美制的武器都打到见底了。那美国也拿出自己的家底提供给乌克兰。那提供给乌克兰这之后，那你总是要补库存吧？
德国自己都讲了，他到2030年之前，他都补不满他的库存。你补这些库存，小从这一个这一个标枪飞弹，大到这一个我们看到所使用的这个爱国者飞弹，哪一样不用稀土？通通都要稀土啊！所以这个川普他没办法，他为什么要在习近平面前低头？因为当家方知柴米贵啊，他需要稀土啊！你没有稀土，你现在你的美国的军工产业如何的活下去呢？那至于说啊，改成战争部这件事情啊，我们必须要讲啊，都一样，就跟我们台湾那个陆军把中正堂改成中诚堂一样，也就是圣上有什么旨意呢？我马上做啊，一定要做到。而且呢，在2024年1月9号的时候，你发布国家级警报，把明明卫星写成飞弹，写成 missile 的时候，结果那一个空军作战司令就升上将了。大家当然有样学样啊，是真的，这个都可以翻过去的新闻记录哦。不过我们来看看，现在中国跟泰国建交50年来第一次，泰国的国王访问中国大陆亲自出马稳定经济跟贸易。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是泰王的瓦吉拉隆功他应习近平主席之邀，对中国大陆展开5天的访问。您看到两边握手，那这个是离泰王太后施利吉逝世只有半个月，所以其实大家穿的都还是比较深色的衣服，因为现在还是泰国的国丧期间。而另外呢，中国大陆的官媒《环球时报》也表示说，这一次的访问是中泰一家亲的最高层级外交互动中的体现除了经济跟贸易的关系密切之外，中国大陆连续多年是泰国重要的投资来源地，以及中泰铁路建设也在持续的推进，所以中国大陆跟泰国的这个各个方方面面的关系，其实都一向非常的密切。不过你看到呢，泰王一抵达北京，是谁去接他呢？王毅。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部长王毅亲自接机你也可以看到呢，包括这个泰国的一些华文的报纸都用头版头条来刊载这一次的访问的规格以及细节。而另外呢，泰王下榻的饭店呢，您来看看这一幕，有许多的高僧来接待他那当然，大家知道泰国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国家所以瓦吉拉隆功过去也曾经在作为王储的时候呢，访问中国的灵隐寺来祈福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下榻的饭店，一排的高僧在这里迎接他。那从来都不出国的泰王，这是媒体的报道。破例访问中国大陆，这是为哪桩呢？不简单，这是钜亨网的一个报道。我们先来小小的科普一下现在的泰王他的背景，他是1952年出生于曼谷王宫他的中文名字叫做郑冕。他为了要巩固他自己的权力网路，所以他很少离开泰国。今年4月对不丹的访问是登基之后唯一的一次。而登基前呢，他曾经以王储的身份来访问中国大陆。1987年他访问杭州的灵隐寺。1998年隔年，他携带他2个女儿登黄山，只为让他们多看中国的锦绣风光。而他的妹妹诗灵通公主曾经访中超过50次。刚刚驾崩的王太后施利吉也曾经到过北京来访问。不过，除了我们来关心中泰的关系之外，我们来看看这一桩事情诈骗集团。诈骗园区现在可以说是全世界所有的政府都想要把它给铲除的。妙瓦底诈骗园区头目他叫佘志江，被引渡到中国。他是一个华裔的商人，他在泰国被捕3年之后呢，现在正式被引渡到中国。他被指控营运东南亚最大的诈骗集团之一所以外界就说这是泰王访中之前的最大的礼物，因为中国大陆要打击这些犯罪的集团，可以说是不遗余力那另外一个国家印度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也非常的微妙，一下子好，一下子不好，一下子好，一下子又有矛盾。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甲亢节，因为中国大陆的网民认为它非常有特色。最近它有一篇报道，我们来听听看。Some Chinese citizens are also discussing how to identify a made in India iPhone. You heard one theory. Check for the curry smell. Another theory is that Indian iPhones are dirty. Why?
because Indians do not use toilet paper. Again, how original. A lot of these comments use the word Asan. It's a derogatory Chinese term. It refers to people in India and Pakistan. Using curry to shame India is very 1980s. 所以从这位主播的报道，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两个国家其实有很大的矛盾。而另外呢，有一个这个军事的新闻也凸显了印度其实是默默的在做一个所谓的什么样的一个抵御吧？哦，在这个边境这里哦，您可以看到呢，这是中印哦，实际控制线不到30公里的地方，印度启用了新的空军基地，而且印度的军参谋长辛格还搭机降落在这个地方哦。所以呢，分析人士就说，尽管中印关系之间有解冻的迹象，因为过去曾经有一些打闹哦，那可是呢，还是在边境维持高强度的军事部署。而另外呢，还有一桩事情是美印共同参加的应对印度2025的联合军演哦。那其中美国据说最致命的轰炸机 B-1B 枪骑兵已经抵达印度参加军事演习，某种程度也传达了一个军事上面的讯息。巴基斯坦的海军参谋长结束对孟加拉国的访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们有说促进加强巴基斯坦跟孟加拉之间的海事安全计划。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两国中间有一些合作或者是一些竞争那我们看到孟加拉空军基地在拉尔莫尼哈特空军基地建造的新的机库那我们看到这样的部署呢，意思是在监视印度的领土特别是战略有一个非常重要被叫鸡脖子的这个叫做西里古里走廊他们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塞。来，我们先请教赖老师。西班牙的国王先到中国大陆来访问，接着泰国的国王就过来了这个就代表说，目前来说，在欧洲欧盟这些27个国家里面，西班牙他的国王率先的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就代表了西班牙的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尤其是人民的关系会强化西班牙他的左派政府上来了以后，连续3年，每1年他的首相都会到中国来访问，这个就使中西的关系在欧洲就更加的稳定，更加的信赖。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两国的关系就往前走了。所以当这个国王来的时候，那西班牙的人民一定会重视他们的国王出访的问题。那到中国来的访问的时候，他会感受到说，哎呦，受到这么热情的接待，这会让西班牙的人跟中国大陆的民众的关系会更上一层楼。泰国就更强烈了。泰国我们都知道，泰国的几届的政府，其实他们的政府的首脑都跟中国的血缘有关系。英拉的家里其实就是客家人嘛，是他是很典型的客家人应该是广东福建那边的人，那边的客家人，所以现在这一届的现任的这个首相他本身也是华人，他能够讲流利的广东话所以我们看到在泰国来说，他的血缘血统跟中国大陆有很紧密的一个关系。现在泰皇由于是他们很少出国。很少出访，所以当他一出访的时候，就会额外的引起关注。那现在泰皇到中国大陆来访问，其实泰皇在跟欧洲的或者跟日本的天皇就是日本的国王了他们叫做天皇，我们叫国王的差别在哪里？是因为他们都是西位元首，可是泰皇本身有2个身份是不能够忽略的。第一个就是泰国的法律规定，泰国人民不能讨论皇室，那就是代表他们的皇室的这个权威跟领导地位是不容挑战的，这个就跟欧洲的就不一样的。对。第二个就是泰国的军队效忠泰皇，而不是他们的文人政府。执政党，那因此泰国的政变很多的时候，泰皇就是稳定整个泰国政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好，这2个角色到中国大陆来访问，把施之江也引渡过来，其实也对台湾被通缉的人也有一点作用是那也就是说，泰国的立场已经很明白了。还有一点，我觉得要注意的就是，刚刚谈到的中泰铁路。其实中泰铁路过去泰国选择的是日本，后来日本做不出来。是。那他看到中老铁路的完工，那么刺激了老挝，就是辽国的经济发展。我觉得泰国在加速中泰的经济发展。是，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来请教董哥，泰王访问中国大陆有什么样的意义？你知道泰王平常不太出门的啊、那泰王这历任泰王大概就是蒲美宏，就他爸爸，是这么多年来在亚洲或在全世界，那泰国更不用讲，他的地位是非常崇高。1963年他到台湾来访问，那时候还有邦交，他进入松山机场，带了王后一进来的时候，谁去接他？你知道吗？蒋介石跟蒋宋美龄。哦，真的哦。你看那规格多高啊！很高哎。那他非常高兴，他在台湾参访了什么单位？你知道吗？中烈祠啊，不是那个什么的啊，你知道中烈祠跟妇联会，中烈祠代表了一个中烈，那时候跟日本人抗战，蒲美宏非常感动，然后看了妇联会，哇，替台湾做了那么多，尤其那些战士遗孤。那是烈士遗孤已经死了，那小孩怎么照顾？那个然后帮那些我们很多部队帮他们盖房子，妇联几村，他看了非常感动，他觉得说泰国就应该这样，这是我讲的那个时候情况。蒲美宏在2016年10月过世啊，那时候台湾我们大家都很悲伤啊，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已经没有邦交了嘛，就去泰国的办事处去签名。结果把人家国名写错了。对，我记得大家记得这件事情吗？对不对？他是泰人，泰人是 THAI，结果他没有 H，他想的是台湾的胎嘛，那后来只好郑重道歉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礼貌。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泰王去中国大陆，那个规格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他平常不太出去。那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中国的旅游非常发达，泰国都是靠这个。我们那朋友去，那些泰国人会讲中文，会讲闽南话，为什么要他做你的生意啊？是。所以你可以看到那种互相的依靠他认为说这个才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是。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舰长。我们看到啊，印度它将原来的一个战备机场叫做穆德尼奥马这个机场呢，它做性能，它就是把它改建成为一个标准的机场，变成一个空军基地啊。那它实际上的位置在哪？其实离办公湖非常的近啊，也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是红旗16的阵地，其实这就是在办公湖旁边。那如果说距离这个穆德尼奥马的这一个空军基地来讲的话，他们的距离非常近啊，只有71公里。那实际上来讲呢，他们未来准备要将它的一个疾风战机部署到这个位置上来。那但是中国大陆呢，它在这个位置上面有没有空军基地？有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个昆沙机场，其实它距离这一个穆德尼奥马机场呢，它距离176公里。然后对，那但是这一个昆沙机场距离这个办公湖机场是有一点距离的，但是对于飞机来讲一样快啊，204公里。那这一个昆沙机场它不是现在才完成，也不是现在才部署，它在2020年之前，它就已经部署了歼16炸弹卡车的这一种战斗机在这个位置上面。那大家一定会很注意说这一个